天给大家推荐一本精彩的小说《穿书之庶女逆袭》。小说讲述女主从几年前就看过的老套路，怎么还在拖？啊！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是什么情况？我难道穿越了？小姐，侯府今晚抽喜新娘，除了您，还有穆家二小姐。但管事的说她耽搁在路上，还未到。侯府冲喜？啊，等等，你说的那个穆家二小姐，不是叫穆云舒吧？是的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问问。看来我竟真的穿到刚才吐槽的传说小说里。还穿成了倒霉的炮灰原女主沈西堂。我记得原小说里，沈西堂本应该嫁给定远侯穆星夜冲喜，但穆锦州为了继承侯府，让怀有自己孩子的穆云舒和沈西堂换嫁，而沈西堂因不慎撞破二人奸情。你们被他们霸凌致死，所以。今天这场错嫁正是我不幸的开始。吉时已到，新娘子多漂亮！是啊，一拜天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对，新娘子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动？看这个是这怎么回事？夫人，该拜堂了，吉时不可误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错了，弄错人了。夫人不可任性，若是误了吉时，便是大凶之兆。我是沈氏嫡女沈西堂，今天要嫁之人是定远侯。听说侯爷重伤昏迷，命悬一线，定无法来亲自拜堂。不知你又是哪位？不是新娘子，侯府怎么能连新娘都弄错？为了给星夜冲喜，我可是特意警告人算了2位新娘的生辰八字。你们底下人怎么做事的？这都能弄错，差点坏了我侯府的大事。老奴这就把新娘换回来。没想到这女人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嫁了过来。饿死我了！哦，这不就是原书中的炮灰吗？长得应该也不咋地吧？我去，这原主吃的也太好了吧，连炮灰都这么帅。斯密马赛便居心，是我低估你了。不对，我记得原书里他在新婚后半夜就醒了，穆云舒也因此被视为福星，从此开启了主母之路。现在这福星该换我来做了，只是怎样才能让他醒来呢？还好我是个搞科研的医学博士，让我来看看你到底得了什么病。等等，这脉象难道是中毒？夫人，老夫人有令，让您立刻去前厅。他们是想故意支开我，阻止侯爷今夜在我面前醒来。你是？这就是穆云舒，果真跟小说里一样，隔着老远就闻见一股绿茶味。怪不得穆锦州都被他哄得五迷三道的。正好西堂也来了，刚才呀，云舒说他有法子能唤醒星夜，咱们这就去试试。哎，老夫人且慢，
刚才我出门前似乎见侯爷动了一下。哎呀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？我可是老夫人亲自找人算过八字，给侯爷冲喜的福星。今日侯府双喜临门，侯爷醒来，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？让侯爷苏醒的解药被我藏在心房中，全世界只有我知道，却没有这么快就起效。一派胡言！父亲昏迷数月，众多神医都束手无策。你区区一个商贾之女，不懂医术，如何能让她醒来？来人啊，将她拿下！老夫人且慢。老夫人，难道您真的想断了侯爷最后的生机吗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您选我嫁进侯府，我就是侯爷的福星。我保证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。您这就随我去见侯爷，他今夜一定能醒。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我们侯府可不信这套。是吗？可我听说这冲喜的法子还是你给出的。要是你不信鬼神，又何必找人来给侯爷冲喜？巧舌如簧，我看你就是故意在拖延时间。来人啊，快给他拿下！侯爷醒了，侯爷醒了！哎呀，感谢老天爷保佑，我儿星爷终于醒来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侯爷您终于醒来了。这茬味真重。是啊，父亲，这些天可把我和祖母给急坏了。愿父亲以后身体健康，再无病痛。这两个戏精，不去演短剧真是可惜了。母亲，这是……哦，为了给你冲喜，今天府上特地安排了2门亲事。这个就是你心腹，叫沈西堂。多亏了他，你才能顺利的醒过来。日后你可要好好的待他啊！见过侯爷。原来是他。今晚是星夜的洞房花烛夜，我们都回吧，就让西堂留下来好好陪陪他。是。他这副身体，刚醒来应该不能对我做什么吧？但以防万一，那个，我来大姨妈了，最近不方便洞房，今晚我自己打地铺睡。你说什么？大姨妈？这是我的家乡话，意思就是我来鬼水，这几日都不太方便洞房。溜了。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老牌钱。哎，我刚刚车祸穿来的，你呢？我倒是来这有一段时间了。之前我在剧组拍戏，休息的时候正好看到这本小说，这一不小心被掉下来的道具砸晕，一睁眼就到这儿了。欧某，拍戏？你不会是大明星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个小武替。正巧以前当过兵，有点功夫在身上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你知道后面的剧情吗？具体细节记不太清了。简单来说，你是大败外敌、身受重伤的宁远侯，2个月之后重伤不治下线；而我是被买来嫁给你冲喜的炮灰女，不久之后也被折磨霸凌致死。不过我们2人都是穆锦州和穆云舒后续剧情的炮灰垫脚石，下场凄惨。那你快说呀，这剧情到哪儿了？现在到了穆锦州设计让怀了孕的穆云舒嫁给你，你喜当爹，接着你就身中剧毒而死，然后他的亲生儿子名正言顺成了侯府继承人。不过
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剧情成功改变了。那我是不是不会死了？并没有，你现在的处境更加严峻。啊？你想啊，穆锦州和穆云舒早就暗中下手了，让你看似受伤昏迷，实则身中剧毒。虽然毒性已经被我暂时压制住了，可一旦触发，仍有生命危险。但除了他们，侯府二房一直对你的家产虎视眈眈，一心盼着你死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神姐我好歹也是个21世纪搞过科研的医学博士，这毒我包给你解了，一定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得逞的。不过古代这深宅争斗我不懂，但是咱俩都是同为天涯穿书人，我保证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便护你一日周全。好，那咱们就齐心协力，一起干翻那些主角。哎，按你刚刚说的，这原著里面咱俩都不是穿书的人，但现在咱俩都过来了，那你觉得他们2个人也会不会是穿过来的呀？这玩意儿真管用啊！这东西用在脸上啊，哎，感觉是水润了些。孙媳妇儿竟能钻研出如此驻颜之物，以后我们都有福了。这是面膜，看来这个慕云舒铁是穿的。夫人，您这是干嘛呢？老夫人还等着敬茶呢。没什么。哟，这就是星夜刚过门的媳妇儿吧？还知道来啊？我看这茶都要放凉了。孙媳相信主母一定不是故意的，祖母就宽宥她一下吧。儿媳知错，这就奉茶赔罪。你这是何意？心腹过门第一天就摔碎茶盏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！说，你是不是诚心的？烫的分明是我的手，他慕云舒倒是先喊上了。几个人在这一唱一和的，一大早就挖坑演我。请老夫人恕罪，只因昨夜我一直在照顾侯爷，被折腾的整宿都没睡，实在乏累，这才没拿稳茶盏。不就是演吗？谁不会呀？哎呀，好了，快起来吧，好孩子，不怪你啊，照顾星夜辛苦了。哪里，这都是儿媳的分内之事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我这儿的环节就算免了。不过，周儿、云舒，你们还是要得给西堂敬茶的，毕竟她就是你们未来的主母了。请母亲喝茶。既是敬茶，为何不跪？回母亲的话，在我的老家给长辈敬茶，一般只需要行躬身礼。跟我玩现代人这套是吧？那他呢？咱们这儿也有这个习俗吗？孩儿昨晚冲撞了母亲，是孩儿不妥，还请母亲不要刁难云舒。孩儿愿自领家规，杖责30，还请母亲恕罪。演得真好，竟然一时没法分辨是不是穿的。儿媳也知错了，请母亲责罚。西堂，既然他们都道歉了，我看昨晚的事儿就算了。是啊，沈西堂，若进门第一天就惩罚小辈，落得旁人非议可不好。道德绑架我是吧？说我罚了这2人，肯定是要落个苛待养子的罪名，但不罚又咽不下这口气。既是他们顶撞在先，那错了就是错了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星夜，你怎么就起来了？哎呀，快过来坐下。穆锦州、穆云舒，你们2人可心甘情愿认罚？父亲，我孩儿自愿领罚，但云舒体弱，还请父亲宽宥他这一回吧。好，
既然你如此识大体，那便自己去领罚吧。是，又是你，沈西堂。星夜，你这未免也太过严厉了吧？母亲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既然他知错，就不能不罚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夫人不必担忧，穆锦州是我侯府养子，理应以身作则。没想到你小子也是个腹黑的。星夜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幸得夫人照料，已恢复了不少。好儿媳妇儿，今天想要什么？我要重重的赏你。老夫人，我听闻有位名医云游至此，想让他为夫君解毒。什么？啊，你说星夜他中毒了？一派胡言！星夜是因为重伤导致昏迷，侯府人尽皆知。太医也来看过诊，都并未提及中毒。沈西堂，你初来乍到，如此说话，莫不是暗示这府内有人故意投毒，刻意陷害？故意投毒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此事应该详查。我看你就是在编造谎言，挑拨是非，意图扰乱家宅安宁。那二姨娘跟我打个赌如何？若侯爷没中毒，我就立刻领休书离开这侯府。好，若星夜真是中毒，我就认下你这福星；反之，就自请离府吧。沈西堂，没想到你竟然自寻死路。大夫，星夜怎么样啊？回禀老夫人，侯爷脉象平稳，并未中毒。什么福星？原来就是你在扯谎。沈西堂，你是要自己体面的走，还是要我命人给你嫁出去？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会走。到时候还请老夫人将放妻书送来，我自会归还聘礼和婚书。罢了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那便这样吧。西堂，主母，沈西堂，你个蠢货，这可都是你自找的。刚刚你是故意的？没错，你中的毒非比寻常，一般人本就很难诊断出来。现在侯府内上下都是二房和穆锦州的眼线，做什么都不方便，所以我干脆将计就计，自请离府，好去研制解药。原来如此。现在我能确认了，穆云舒肯定是穿的，但穆锦州的底还摸不清楚，所以我离开之后，你务必要多加小心，保重。好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当然，我怎么能抛弃好战友不管？那我等你。慢着，你们现在不能走。怎么，嬷嬷还有何事赐教？我家小姐说了，这侯府有人手脚不干净，顺走了她陪嫁的镯子，特地命我来查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按住，仔细搜身。欺人太甚！当初可是你们侯府求着我们家小姐来重启的，现在侯爷醒了，你们就要过河拆桥，不怕遭报应吗？小贱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在侯府智慧？住手！放开我！原想说沈西堂居是在这里被诬陷偷了东西，不仅被当众羞辱，还把他唯一的丫鬟易如给打死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任人宰客。住手！现在侯爷还未曾给我放弃书，你们胆敢以下犯上？不过是个弃妇，还敢在侯府摆架子！你这般阻拦，一定是心里有鬼。把她的衣服给我扒光，好好搜！我看谁敢碰我！今天我非得把你这个小贱人的衣服扒光不可！小姐，奴婢拦着他们，你快走吧！